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国如何调整对美战略第二个是中国运动员戴毛主席像，把奥运会变成闹剧那么先说这个中美关系。在开始我们今天之前，我讲一个好笑的事情那么我今天在这个推特上我看见有人又在那我基本上呢，我把这个有人讨论这个台海避免一战这个话题呢，是大外宣起了一场对台湾施压的这种行动那么我今天又看见有人在推特上说这个台海如何避免一战台湾与美国要有距离9·2共识要有新解新一代没有什么中国心说北京越来越焦虑这种话我看的我就不顺眼，我就回了一句我就回怎么去回了一句呢？我叫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不打是孙子，早打早投胎。这就是我关于这个台海所谓的一战就是这些大外宣们向台湾施加压力的这个态度你有本事真打，而且不要小打，使劲打我的那句话就是不打是孙子，早打早投胎这就是我的态度所以呢，我每次看见这个以后呢，我也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你在推特上，在什么 Facebook 看见有人这个又来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你就给他来这一句，保持队形，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不打是孙子，早打早投胎就这意思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中国调整对美战略基本上从去年川普政府开始打贸易战，其实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到了疫情爆发之后，这个川普政府基本上把中国当作世界上唯一的最凶猛的敌人那么川普政府已经把中美关系已经定义成这样，但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没有大规模的调整，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样，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讲过很多次中国方面没有就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我讲过很多次。那么今天呢，终于变化来了。南华早报讲这个拜登政府制定了本届政府的对华战略那么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战略审查，那么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和对美战略那么中国终于来调整了那是不是他又看了我们的节目呢？有可能南华早报呢这篇报道呢我大概的梳理了一下这基本上讲了几点。第一个，中国将会抛弃原来的对美战略就是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呢？就是这个其实不是习近平定的，这个是理论上应该是江泽民定的。江泽民定的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正在制定新的指导原则，承认两国关系的竞争性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习近平对当前外交政策不满意他质疑杨洁篪为首的这种知美派就是对美国长期进行做对美工作的这些，包括主要是杨洁篪知美派认为他们对美政策是软骨头太软弱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要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啊，这很有习近平的风格，这个我相信是对的啊。而且我认为，习近平这个判断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应该是整个中共的看法，就是中美关系再回不去了啊。那么这是第4个。那么这个报道呢，用了2件事来证明习近平新的对美政策啊，对美策略。第一个，任命秦刚作为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啊，秦刚完全没有美国经验。那既然你完全没有美国经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杨洁篪这种经验丰富的知美派没有用处嘛？就是否定杨洁篪这帮知美派的这种价值啊，这是第一个。让秦刚去，完全不了解美国，没关系，也行啊，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天津会谈啊，天津会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啊，向这个美国副国务卿提出了一份纠错清单和关注清单啊，这是中国的新战略啊。那么美国向中国提交了他们的清单啊，那么包括南海问题，包括新疆，包括这个西藏，包括这个香港啊等等。那么中国就借鉴美国的做法，也采取更直接、更务实的方法，直接列出不满，要求解决问题，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这个报道用这两个事件来证明习近平开始有新的对美战略了啊。那么这是第4点啊。第5点，天津会谈表明啊，这个报道说天津会谈表明中国不在乎跟美国保持友好气氛啊。以前经常说啊，大家保持这种沟通啊，不对抗啊，不这个叫什么？不对抗啊，不冲突啊，互相尊重啊。哎，天津会谈已经证明了，我不在乎，不友好就不友好啊，这是中国的态度啊。那这篇报道内容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它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中国开始改变了啊，我们来评价一下啊。第一，南华早报从川普政府时期啊，基本上川普政府的中美贸易谈判就已经开始啊，可能再早一点，比如说像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包括川普和金正恩的见面，这几件重大的外交事件当中，这个南华早报呢都确定了中国官方信道的地位啊。中国官方把南华早报作为一个发放消息的渠道啊。美国政府有几个渠道，比如说彭博社啊，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啊等等，包括有的时候路透社也会拿到这个美国政府啊，拜登政府的信息。不同的政府，它的发放信息的路径不一样，他们关系不一样。比如说川普就经常把消息漏给谁 ？Fox News 啊，等等啊，所以这里面就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做法。那么这第一个，所以南华早报实际上从川普政府的后期已经非常的清楚，很多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就放消息给华尔街日报，中国就放消息给南华早报，双方就在放消息打信息战。所以第一个，南华早报有这种身份啊，有这个地位啊，他发这个消息有可信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个政府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啊。那么当然，拜登政府主要是拜登政府1月20号上任啊，拜登总统1月20号上任啊。那么在他上任之前，就是川普政府基本上在疫情之后就是翻脸式的对华政策的改变，那就是180度大转弯。
那么到了这个拜登政府1月20号上任之后，然后就是3月3号，国务卿布林肯啊，就是相当于美国国务院制定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不仅仅是外交政策，它制定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为拜登政府制定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对外政策、外交政策，它制定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目标、任务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那么3月3号，这个布林肯发表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说啊，那么把中国定义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外交、军事和国际体系这个动摇现行国际体系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唯一的国家。中国啊，这是定义中国，然后把应对中国列入8大优先工作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布林肯，然后就是国防部长奥斯汀，布林肯的全球战略出来之后，奥斯汀就就着这个全球战略制定成立一个中国小组啊，用了4个月的时间进行什么？进行应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制定出来，6月9号出来，然后奥斯汀就着这个方案做出指令，美国国防部就启动应对中国作为头号威胁的一个这个全球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美国就开始全球重新部署它的全球军事战略。这是第2个步骤啊，第3个步骤，拜登总统他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啊，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啊，叫 Rush Dosh 啊 ，Rush Dosh 呢，7月8号出了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啊，这本书的名字叫《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啊，这本书呢，只讲一件事。讲过去30年，中国实行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取代美国，把中国的战略意图向美国人民讲清楚，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基本上美国在一系列的对华政策，慢慢的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啊。那么拜登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啊，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啊。第一个，调整这个川普政府全面脱钩的策略，改为什么呢？改为竞争为核心啊，以竞争为核心，然后必要的时候对抗，必要的时候合作，这是第一个。川普政府就是全面脱钩啊，这是第一。第二，调整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那么制定一个全球战略，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联合西方盟友，形成对华统一战线，这是第2个啊。第3个，逐步的把中国现在所处的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逐步的挤开，美国重新占领有利的战略地位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第4。中国为什么要调整对美战略？你想一下，从去年川普政府翻脸都翻成那样，中国没调整。你想，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战从前年开始打到去年9月份呢，基本上已经是白热化了啊，白热化。那从9月份到年底，基本上双方已经外交关系就有点像断了一样。10月份美国的大使就已经招回来。那么中美关系经过去1年时间，我们现在7月份，去年7月，你想去年7月到现在1年时间很短，其实不长，
翻天覆地啊。那么在此之前，中国都没有做出成规模的调整，那更别说我们更不要说这个战略调整。那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调整呢？啊，为什么现在调整？当然是因为习近平觉得难受啊。难受是什么呢？那去年的时候，拜登川普政府的时候，习近平也难受。习近平难受呢，是因为川普他面对川普政府呢很被动，很被动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他政策跟政策之间没有连贯性，就是说他出了一招之后，你看不出来他后面那一招是什么，看不出来，因为他完全没有关联，所以他不可预测，所以很被动，所以他难受的是因为他被动。但是呢，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呢不落实，就是你看的动静很大，有政治影响，看得过去好像脸打得很痛，但是实际上并不出血。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中国没有调整？原因就是难过是难过，但是并不伤筋动骨啊。那到了拜登呢，拜登政府呢就更被动啊，更被动。这是第一。第二，现在调整当然基于什么呢？基于现行的这种战略失去效果。那么你对比川普政府跟拜登政府，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川普政府像什么？川普政府像打游击，这里打一下，那里打一下，有点像打游击啊，打游击，它政策不关联。但打游击中国不怕，中国擅长打游击，游击战中国很擅长。你这一招过来，我就化解一下，然后你那一招过来，我又化解一下，痛就痛一下，反正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反正我这一指断不了，反正你就打我，打痛一下，痛一下，就这样。所以中国政府不怕这个游击战，中国政府怕什么？怕阵地战。拜登就是阵地战。阵地战像什么？就像我们建立一个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啊，统一战线起来啊，那我就这个推进一点，这个推进一点，这个推进一点，哎，这个再来这个推进一点，我所有的政策之间是有关联的，有逻辑的。我的战线呢搭配火力搭配啊，怎么着跟盟友之间的配合啊等等，这像什么？这像阵地战。阵地战中共害怕，为什么？阵地战讲究什么？阵地战讲究实力。游击战讲究什么？游击战讲究策略。我策略好，我实力不如你，但是我呢在局部可以形成优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就更被动，更难过了啊。所以为什么布林肯那句话把这个杨洁篪给激得够呛，就是从实力的地位向中国说话，这个话说的他很难受，原因就在这里。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为什么他制定新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在这个被动的局面，这个整体外交战略被动的局面。整体外交战略它有多被动呢？当然第一个是什么？外交孤立啊，这是第一个外交孤立。外交孤立你就很难受了，对中国来说很难受，因为中国是一个什么外向性的经济体，它的技术从外面来，资本从外面来，贸易盈余从外面来，它都是从外面来啊。特别是像什么军事技术啊，这都很重要的这种东西，它都从外面来，它自己没有能力做不到啊。他可以做到花时间来不及啊。所以外交孤立对他整个的国家，他的国家对这种国家形态来说，他就很难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底线，你想，之前《环球时报》不是说，美国军机只要敢降落在台湾，我们就打。那降了几回了？3回了吧？打没打？没打。为什么？打不起来呀。赌都说晚打不如早打，打了吗？没打。所以他的底线就不断在往后退。这个一会儿派拜登政府一会儿派个参议员去，一会儿派个这个去，一会儿派那个去。他说西方国家不断的在测试，你看伊丽莎白号
英国的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现在过了巴士海峡，去台湾东部了。然后这个德国的巡洋叫什么护卫舰也准备出发。之前法国的这个军舰也到南海游弋，意大利也在南海游弋，现在这个英国来了，现在这个德国又来了，你想想看什么情况？这以前哪会这样？现在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的测试你的底线？一会儿成立一个这个联盟，一会儿成立一个那个联盟。今天我在推特上看见，美国国旗在中间，左边是中华民国国旗，右边是日本国旗，什么情况？吓我一跳！我说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个？哦，原来是议会联盟讨论这个三个什么，他们三者之间的合作。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中国的底线在不断往后退，然后西方国家不断的往前推这件事情，所以他很难受，局面非常的被动啊。那既然说中国要调整战略，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么中国到底对美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得知道啊。那我们之前讲了，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的基本讲对美战略。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叫什么？我们再说一下啊，叫什么？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什么意思呢？人话是什么意思呢？人话其实就是土匪式的利益分配模式。咱哥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我们就别打了。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把这利益给分了，不挺好吗？这就是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咱俩不冲突，咱俩不矛盾，不打，我们一起去联手，它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大体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它要避免冲突。所以中国对美战略第一条，避免冲突。为什么？实力悬殊啊，这第一条。第二条，分化、欺骗、诱惑对方，用好处诱惑对方。中国市场，你要不要做生意？做生意，来，这个孩子还小，老公也不在家，这挺高兴，来吧，诱惑对方。那么分化对方，共和党、民主党，你们俩不合是吧？行，我这头跟你讲生意，那头跟你讲生意，分化对方，欺骗对方，把我的意图收起来，韬光养晦，还有什么渗透，对你进行渗透，做工作，搞定你的人，搞定你们的人，就搞定你们的政策。这是第二。第三，隐藏战略目标，分步实现战略目的。这第三。第四，当然最终是什么？最终就是取代美国，爆红机插遍全球。这就是中国的对美战略啊。那你可以这样看，南华早报它整篇报道只强调了一点，强调哪一点？强调了强硬，强调什么？强调战斗，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啊！这个叫什么？这个杨洁篪他们的这个对美政策太软弱啊，这个太软弱了啊，要强硬起来。他为什么这么讲？这个讲里面就有意思啊，两点。第一点，抓住了拜登政府的心态，他这讲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拜登政府是想法是什么？想法就是我们实力悬殊，对吧？我们也没什么好打的，你打不赢我，全世界组成一个军队也打不赢我，你怎么可能跟我打？打不赢的嘛，打不赢那怎么呢？我们就别打了。所以呢，理论上来说，美国就觉得拜登政府觉得我肯定是稳赢你的，稳赢你的话，我就不必去冲突了嘛。所以就避免发生冲突，避免发生不可预期的冲突。所以为什么要派这个谢尔曼？先是这个阿拉斯加会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对方，咱俩实力悬殊，你打不赢我的，
我告诉你我的实力，1、2、3、4、5，你看看这满桌子都是武器，你那儿这个小毛三两根打不赢我的，你别跟我打。结果中国怎么样？反不理你，然后呢，哎，不能够打是吧？不听是吧？不听，那我们搞个游戏规则呗，建立护栏呗，我们这边就不要打了，要打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打。美国的意思就是我们建立护栏，建立护栏是什么？建立我们冲突边界，意思就是反正你打不赢我，那我们就讲清楚游戏规则。那这就是拜登政府的心态。拜登政府的心态就是，嗨，我们都是理性的人嘛，对吧？你要跟我打的话，你损失比我大，所以呢，我告诉你，利害关系就别打了，就是这个意思。拜登政府就是这种心态。为什么？因为他没准备好，他没协调完，他好多事情，他希望把他的事情全部准备好之后再跟你摊牌。我现在不跟你谈判，因为我没准备好，没调整过来。你不跟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这30多年下来，他天天都琢磨着怎么对付你，他的整个的机器就是针对美国的。他当然早就准备好，他不仅仅是准备好，他一直在战斗。美国没有准备好，他内部还没有协调好呢。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双方之间他还掐着呢。所以拜登政府的心态就是，我们先不跟你冲突，我们先讲清楚不打，等我把这个排兵布阵弄好了以后，那个时候我再跟你谈判。所以习近平的心路就是，我为什么要等你准备好了跟我摊牌的时候，我才跟你谈，我才跟你打，我现在就搞，我现在就跟你谈判，我现在就跟你冲突，我不等你准备好。就是他就是抓住了什么？抓住了拜登政府这种心态，就是我们这个阶段我们不冲突，尽量避免冲突。你尽量避免冲突是吧？那行，那我就采取什么短兵相接的方式，我就采取强硬，我就采取什么？就是你想稳住大局吧，我就不让你稳住这大局。就你看天津的谈判就反映的这种心态。你不是说要建立这个护栏吗？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清单，你看看，这是我的这个纠错清单。什么意思呢？就是逼对方，逼拜登政府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要冲突，现在就冲突。就是这是什么？这就是唬对方。对方要是没那么胆量，没那么大胆量，对方可能就会缩回去。这还是这种土匪是吧？土匪你害怕出血是吧？好，我拿刀子在这腿肚上扎一刀，看见没有？我这个我都不怕，你是不是服我？就这个意思。这第二，第三，南华早报的新闻到底有没有料啊？这篇新闻其实蛮长的啊，东拉西扯讲了很长，没有。那没有，整篇报道除了说一个信息，中国准备跟美国翻脸，美国得不到你想要的这段时间的平静，中国会跟你翻脸，会跟你很强硬，会给你很多麻烦，而且除了这个信息以外，没有别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信息当然就是逼迫对方啊，威逼对方在没有任何其他，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作用。所以南华早报发表这条新闻，而且它全开放，南华早报自己收费的，它这篇报道它不收费，随便看随便引用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那么第七，中国调整对美战略的几个基本思路啊，我们分析分析。它会怎么调整啊？第一个，经济层面，先说经济层面。经济层面对中国来说比较把握性、可控性比较大，是什么？华尔街啊，我都说过10000次啊。这个华尔街是中国在美国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华尔街。所以你可以看，中国过去1个月
针对这个从7月1号开始，7月2号开始对滴滴下手，之前的对这个互联网企业下手，其实都是打击的，都是华尔街。然后到后来的这个教培行业，把华尔街整翻，然后中国证监会开始找华尔街的人开座谈会，然后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始现在说一句话，向华尔街喊话，说一句话：我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会越来越开放。抓华尔街，抓华尔街，做华尔街的工作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看一些华尔街的大佬现在都出来帮着中共说话我看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些华尔街那些很有声望的人跑出来讲中国其实只是做一些行业性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我看到好几个在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已经开始把最压箱底的力量都把它调动起来，去做华尔街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就是经济层面。经济层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要抓华尔街。第二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地缘政治领域一败涂地。地缘政治已经基本上，你想一下，辛辛苦苦搞了半天这个菲律宾，做了半天菲律宾的工作，结果菲律宾一口气就回去了，跟美国已经把这个条约又重新恢复了，美军又可以驻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那菲律宾那俩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非常的重要，南海的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西边是什么？越南所以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这个领域，中国一败涂地，但是他绝对不会认输的。干什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我相信他会重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因为疫情，一带一路死的半死不活，但现在估计得还要大搞一带一路，否则他地缘政治这个翻不过来这是第二个。剩下就两个，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香港毫无疑问，你看现在连这个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上午这个主题把黄耀明都给抓了，也是疯狂到这个地步所以香港这块他会在香港把所有我们之前的主题讲过中共会把在大陆做的所有的恶全部放到香港来。这是香港。台湾你看马上就有人开始又讲台湾的台海难免一战又是军事威胁台湾。所以你看这些大 V 这些 YouTuber 开始帮忙做这种工作。你看在现在这个阶段又在讨论这个台海难免一战的都是大外宣，一点都不冤枉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这习近平的整体战略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这就是我们下一个主题，我们就会讲这个意识形态怎么针锋相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对西方的这个联盟做工作。大体上我觉得中国要调整对美战略，应该主要是这6个方面。一个经济层面，抓华尔街；第二个地缘政治，一带一路第三个台湾军事施加压力，而且会做非常极端的事情。然后是香港也会非常的极端然后就是意识形态那我们大体上说一下。咱们这个又把时间说冒了吧今天没关系今天上午时间短，所以今天我们长一点没关系讲讲这个奥运会。奥运会呢，我就觉得奥运会我就没怎么看不过我今天就看了一个让我非常的吃惊这和我们上一个主题是有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的宣传推到哪里？推到奥运会上去
那么奥运会自行车女子团体赛，那么这个洛阳的包山菊和上海的中天使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第28块金牌为中国队夺得了近28块金牌。这两个人呢上台领奖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呢他这个很特别，戴着红口罩，然后穿这个冠军领奖服，特别之处在哪里？带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然后就升国旗、唱国歌，然后呢，一不小心这个国内的这个网友发现，咦，有毛主席像章然后就底下就开始起哄了这个就起来了，这个舆论就起来了。当然，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运动员戴毛主席像章这件事情成立吗？理论上来说，它违背了什么？违背了奥运宪章第50条。奥运宪章第50条什么？在奥运会不得拿来做政治宣传那么路透社呢，就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这个是西方媒体路透社找这个国际奥委会问，那陆委会当然国际奥委会不会那么快答他。所以还没有答他。那么国际奥委会在这个他是放宽了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可以表达个人意见但是呢不可以做政治表态他国际奥委会是有规定的。那显然这个中国运动员戴毛主席像章，这里面肯定是有文章。为什么我们想一下。你看到这张照片，中国运动员戴毛主席像章，第一个哪儿来的，对吧？毛主席像章你现在这么容易买得到？没那么容易买得到，那肯定得，而且你随便去商店买不行吧？对吗？你敢吗？不敢吧？所以毛主席像章肯定是组织发的，你自己弄不可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戴，你想戴你就戴，万一组织不高兴呢？他有宣传纪律，有各种各样的纪律，特别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都是有纪律的。你说你想戴你就戴，那不可能。所以你要戴之前，你想戴也好，或者是你都没想起来戴，组织让你戴，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组织安排的。第一个，毛主席像章肯定组织发的；第二个，让你戴这件事情是组织安排的。第三个，你悄悄的戴了，谁都没看见，不是白戴吗？对吗？虽然你是女生，你还得有媒体报道媒体报道，找个小媒体报道一下，没人看见也没用你后面还有人推推到这个网上全到处都是，你这毛主席像章戴起来才有意义。所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中共安排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中共跑到奥运会上去戴毛主席像章，把奥运会变成一场闹剧。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像章跑到奥运会上去，什么东西？那么之前这不是一个孤案，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那么8月1号，这个女单运动员陈雨菲，她的头像，她的微博的头像就是她在韶山，跟毛泽东同像合影然后呢，她当时6月29号飞东京参加这个奥运会前，就去了韶山然后就留下一个印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然，你看到这段文字是因为有记者写了，是因为有媒体采访，当然也得发放出来，有人推到你面前，你才能看得见这是什么？这就是宣传。陈雨菲什么贾一凡、黄雅琼都是什么预备党员然后陈雨菲已经是中共党员了很多。
包括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在林丹08年奥运会，林丹也说过，他是带毛主席像章啊，孔令辉也带毛主席像章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中共的金牌工程是什么？中共金牌工程的背后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意图是什么？花那么多钱白花，不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毛主席像章这件事情，毛主席像章上奥运会这件事情，看到中共安排的金牌工程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那习近平所谓的改变调整中国的对美战略，其中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要加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啊，这里面当然这次奥运会非常的丑陋啊，你看，运动员在场上说脏话啊，你以前没听说过吧？没听说过。这个排球队女排2下回家了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小 S 支持台湾队说辱华，你不是这个逻辑讲不通啊。小 S 他是台湾人，台湾代表队去奥运会比赛，他去支持台湾队，怎么就辱华了呢？你既然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去支持台湾的运动员，怎么就辱华了？麻烦你商量好行不行？还去这个小 S 是遇到中国网军的围攻啊，各种小粉红的围攻啊。实际上呢，这一次呢，而且你看一下这次奥运会，我就觉得真的中国把这个奥运会变成一场闹剧。你看这个选这个领奖啊，也往中间一站啊，这个往这边靠一点，哦，原来这边是中国队，你先看见是这样情况，好吧？那我们今天大体上我就讲一下吧，毛主席像章上奥运会，这是一场闹剧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另外我今天答应了我今天上午的这个网友的问答，我还是要答的啊。那所以我还是要答的啊。哪去了？好，我先答一下，怎么又找不到了呢？直播问答。好，抱歉啊。好，明谢麦猪，谢谢 HJ1985，谢谢唐伟，谢谢黄增培，谢谢情况。我记得上周节目最后互动，有人说教育部老大要换人，结果昨天真的官宣了。看来王舍节目真有内部人看啊，是的啊，真的换了啊。情况以前会跟台湾朋友讨论两地局势，会为是否攻打台湾有争论。当前的状况是，台湾朋友直接回复我说：“请来打我们啊，求求了。”是啊，打呀，共产党有本事就打呀，对吧？观点被问中共准备打台湾，普京笑开了花，原因有2个：第一，中共没有能力武统台湾，精明如普京也认为没有实现的基础；二，嘲笑一尊不敢打，如果他真那么蠢，打了台湾，正中俄国下怀，普京下套，等着咬中共这个土财主一口。观点，如果中共决心不惜代价打台湾，一定会用人海战术。美军推演干预失败，也是基于共军用人海战术。中国有大型渔船65000艘，
民兵数百万，用渔船消耗光台美弹药，然后出动军舰登陆。如果这个军事部署像你说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把解放军当什么了啊？我觉得你是在严重的侮辱解放军的智商啊。观点，王老师，中共政策制定者来看您的节目，那是不是让他们能更好的对付美国政府呢？个人认为，我们这个节目该怎么办啊？好问题。经常有人讲啊，王老师，你不能把真的全部讲给他们听啊。我是一个新闻节目，我会分析政策，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分析的政策和政策本身是有距离的。所以，当然，你觉得我的政策这么准的话呢，那么不仅仅中共会来看吧，美国人也会来看，对吗？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谁能够垄断信息啊，或者是谁也不能够垄断思维，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情况刚才某宝搜了一下，毛主席像章还挺多，各种都有，从年轻到老年。还有套装、精装、纯金的啊，但是你要是运动员敢带到奥运场上去，他不敢随便带吧？你说呢？啊？提问：从我所了解、学习到的中国历史事件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对外策略，直到今天遭遇和情形本质上是一样，表现也大多趋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化观念的特质，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我之前听过，不知道忘记是谁说的了啊。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无论是中共也好，还是清政府也好，基本上本质是一样，就是耍赖。就是当别的国家想跟你好好的谈的时候，他就跟你耍赖。就是说，能交易的时候，他永远不跟你交易；当他还有本钱跟你交易的时候，他永远跟你耍赖，跟你这个不认账，跟你做各种各样的，总之就是耍赖。等他没有选择的时候，等他没有本钱的时候，他想跟你交易了，永远是这样啊！中国政府也好，清政府也好，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怎么说呢？中国从来就是把外交当做一场计谋啊，所以没有改变过。你看看中国的史书啊，中国内部的国与国之间全是诡计，没有诚实，没有诚意，没有实力的对话，都是以弱胜强，都是靠阴谋诡计获胜啊。在中国的这个世界观里面，不存在什么，不存在一个游戏规则，所有赢的人都是把游戏规则破坏掉，嘲笑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啊，这就是中国历史啊。提问：最近几年，中国和欧美的贸易额在减少，与日本、台湾以及印度、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在增加，可不可以认为你已经问过2次了？你已经问过2次了。认为中国在主动尝试与美国脱钩，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动和美国脱钩？日本的贸易额在下降啊，台湾的贸易额有没有上升呢？我不记得了啊。印度的贸易额在增加，你的数据不准确，我觉得你最好是把这数据拿出来啊，不要这么似是而非的讲，好吗？啊。提问：我的理解，拜登的想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习的想法是鱼死网破。你敢动我，我就跟你拼命，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啊。观点：拜登政府对中国有幻想，我不同意，我不觉得他有幻想，他是一个心态，就是我的实力比你强，你别跟我打，我也犯不上跟你打，等我准备好了，你要摊牌，我就跟你摊牌，就这个意思啊。幻想我不觉得，为什么？他是政客，他为什么会有幻想？你觉得政客会有幻想吗？我不觉得啊。
情况今天看到台湾艺人小 S 因为一句国手加油而被网暴，进而被内地厂商解约，真的让我看傻了眼。一向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体育的我家那位也说这是疯了吧？难道我喜欢戴资颖，台湾羽毛球运动员，那也就是错嘛？我默默地说，在国人眼里是的啊，国人，他们不是国人，他们只是蚂蚁而已啊。问题：台湾亲中艺人小 S 在奥运会支持台湾的选手，结果他母亲遭到中国全面攻击和封杀。在我认知里，过去胡锦涛时代，中国很少动不动指责台湾艺人、亲中艺人辱华，因为他们是合同的重要工具。但台湾艺人现在基本上只要不舔共，就随时会辱华。请问王老师，中国是否放弃合同？辱华是否成为台湾艺人只要不舔共就会被扣的帽子？我觉得合同有没有放弃？能不放弃当然不能放弃啊，对吧？不占虚人之兵多好，合同当然不会放弃啊。你说呢？我觉得我是中共，我就不会放弃。为什么要放弃？两手嘛，这是合同，这是合同，这是武统，对吗？能够合同就合同，不能合同就武统呗。为什么要放弃啊？不存在，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辱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你的舆论环境已经趋于偏执的时候，它基本上它也控制不了，就是它的宣传机器本身也控制不了，因为你如果你去消音的话，你会被发现的，所以就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偏执。本来小 S 是帮着亲中的，小 S 肯定亲中，你说，但是也被网暴啊，所以这种舆论环境已经变得非常的偏执了，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观点，我觉得西方社会和中共对于台湾总有一定程度的误解，他们总是认为中共被逼到绝境，可能放手一搏打台湾。中共认为把台湾逼到角落就能吊起来打，但对身为台湾人的我来讲，当我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才会真的放手一搏。我从来不认为中共会武统台湾，为什么？我都讲过很多次，中共在内部控制层面应该权力还是比较稳固的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家特征就不是特别明显，不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国家呢，它就对外冲击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啊，非常有限。你想一下，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讲郑州，郑州一场洪水，这个郑州就你可以看整个河南省就基本上垮掉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又没有社会的自组织啊，人跟人之间又没有关联，大家都没有底线，你不亲我，我不爱你，反正大家都这样一盘散沙。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的社会结构组织非常的分散，然后中共呢就管理水平也非常的烂，所以基本上他对外部这种强冲击呢，他承受能力非常的差。所以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所有的让中共倒台的因素当中，排第一的是什么？战争，因为他这个国家承受不起外部冲击。所以说，所谓的武统台湾去打台湾这件事情，我们且不说在军事上，中共打台湾的这种不成立啊，就是他没有实力去打台湾，他可以摧毁台湾。他当你把所有的导弹甚至核武器都扔到台湾去，当然把台湾消灭掉，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把它消灭掉，你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啊。那另外一个啊，有些网友经常讲啊，他不理性的，那是你认为，他是很理性的，他不理性，他能活到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讨论台湾。打台湾这件事情不成立的
核心的原因就是他自身的这种能力，他承受不了这个冲击。一场洪水，把这个河南是中国人口第2大的省，就搞成这个样子，你说说看，你要真打起仗来，你还且不说那个带路党，且不说那个士兵在后面打冷枪的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就不相信中共会武统台湾，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比外界了解的多啊。提问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 今年做的跨国民调啊，这个已经有过了啊。瑞典最恨，瑞典跟德国啊最讨厌中国，最负面讨论中国。那么，请问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说，未来的对华政策会如何发展？欧洲有不同的看法啊，欧洲跟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欧洲跟美国有共同的看法，也有共同的看法。你比如说意识形态啊，那么欧洲发现中国对欧洲也是个最核心的威胁的话，那它和美国的立场在意识形态层面肯定是协调一致的。所以欧洲它一方面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取向，又有跟美国联合的需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体上主轴就这2个主轴，这两件事情不断的交织在欧洲对华政策上面。观点：从1972年到1992年的奥运会，苏联每次的金牌都是第一，每次都超过美国。另外，所有东德、西德参加的奥运会，东德的金牌都比西德多，包括72年啊。那么东德也完胜西德，但是现在奥运会上笑傲的苏联和东德都没了啊。也许中共在不断的利用奥运会做宣传的时候，应该看看这些数据啊。观点：66马薇薇因为几年前支持过吴亦凡，现在遭到封号，还有小 S 被网暴这些事情，都是数码时代的网络抄家，新时代的文革有新的存在形式，非常正确，这就是新的文革啊。情况：坐标温哥华，前几天带着从国内来的几个朋友去做抗体测试，3个人都打了2针科兴，结果没有抗体。把这件事情说给身边的几位叔叔阿姨，吓得他们也去做抗体测试，都没有。这件事我之前听过朋友说过，他们医疗系统的做过抗体都是阴性，都没有。情况：最近2周，从中国到美国东岸的运价每个20尺的集装箱大概是5000美元，直接涨到2万美元。这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比加关税还要大得多。如果不是像手机、电子产品这种高附加值的货，其他产品运输都停下来。运费涨得厉害啊！问题：王先生对吴亦凡现象怎么看？怎么看？哎呀，这一句话讲不完嘛，我们整个节目讲过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节目，好不好啊？我一句话讲不完，行吗？抱歉。观点：政治挂帅一切，所有的人眼睛向上看领导意图。举国体制办奥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本质，完全违背奥运精神和体育精神。运动员都是在完成整体任务、政治任务。每一块金牌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从小被训练到大被淘汰的运动员，他们的人生。观点：非常同意王先生说的，战争应该是中共倒台的第一因素。去年春夏之交，很多国有场所天天消杀、测体温之类的清洁工作，可是几乎所有的私有场所都不做这种事情。当时就促使我想到当年的抗日战争，国军很可能是孤军奋战，指望中共的土八路大概是真是个笑话。情况：昨天有个还算好、关系好的邻居给群里发了一段视频，打开一看，赵立坚无耻的甩锅美国那段言论，这位朋友被我直接拉黑。现在周围的人觉得发这些爱国
表达爱国真是恶心可笑，爱国跟爱党分不清楚，做人都不会，让我真的1分钟也不想在这个国家待了。观点：根据历史上那些操弄民族主义国家的下场，一旦民族主义情绪和仇恨偏执被煽动起来，掌权者是控制不住的啊。那么整个国家陷入非理性的狂热，操控者也会被反噬。不知道中共在掌握数字集权之后，对民众的狂热情绪能够把控到什么程度？中共还是有自信心的啊，数字集权工具他们觉得很有效这是，但是老实讲，怎么说呢？这种自信心会坑他自己的啊。观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按照川普时期白宫的政策文件来说，是世代威胁。美国和中国对抗还是要内修，自身的强大和繁荣是对集权最好的回应，而且这是个长期的过程。毕竟中国的国力有很大的提升，所以美国的战略定力也很重要。大家也要习惯各种博弈的反复。今后几年，我们应该看到很多我们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啊。明谢姥姥王，出国20天没法请王先生喝咖啡，祝你健康平安，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谢谢姥姥王，谢谢。中午的互动，明谢 Patrick 长，谢谢可可吴，谢谢唐伟，谢谢 Jack Hang， 谢谢。那么情况，坐标武汉，部分社区封了，最繁华的江汉路也封了，老百姓恐慌性的超市抢购，美团、京东、盒马买菜的都抢空了。外快递小哥今天送了400多单米面油，抱怨累死了，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发展。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恐慌啊！坐标苏州，苏州下文件，受疫情影响，各类培训机构不得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情况坐标苏州、扬州江苏扬州，一黄码人员在7月21号南京戒严期间，从南京坐大巴来到扬州，在麻将室内开始传播。8月1号，扬州公布12人确诊。晚上，小区要求举报去过棋牌室的人，确诊后奖励5000元。8月2号确诊26人，今天全城小区基本封闭，政府从31号开始封城，快递物流均进不来。今天一颗大白菜卖到30块钱，还好前2天囤了一些菜。苏州坐标江苏苏北一个18线小城市做核酸检测，看来这次真的厉害了。情况，我做天猫毛绒玩具，发货地在扬州。8月1号开始，批发市场的这个武庭龙商贸城临时关闭，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生活必需品和医疗用品的快递全部暂停。现在店铺收到大量退款，退款率变高，商品跟店铺权重评分下降的很厉害。之前投入的广告费打水漂了，去年勉强撑下来，今年不知道能不能渡过难关。观点：新冠病毒一次又一次打脸中共疫苗和防控措施，只要新冠病毒仍被人类从医学和免疫学角度控制住，我们还会看到中共再次打脸和疫情再次在中国大地蔓延的情况。观点：和病毒共存是欧美目前的倾向，所以加强疫苗接种。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想法，因为再封锁下去经济会扛不住，但前提是医疗系统不能崩溃，这点对亚洲很多国家有难度，所以有效疫苗大规模普及是唯一出路。不过大陆在疫苗上又散播疫苗各种谣言，扰乱疫苗的信息，影响大众对疫苗判断，导致的混乱，爆发了全球这么大的事情，不但不反思反省，还来第2次伤害，真的完全没有人性。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我认为张文宏的那段讲话是胡扯。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扰乱大家对疫苗的看法。
你可以很多人跑得来跟我讲，说张文宏生存的环境很恶劣，中共这个那个，然后就说这个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能讲这样的话已经难能可贵了。我不同意啊。张文宏对自己应该有要求，如果你觉得生存环境很恶劣，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胡扯，这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你就闭嘴呗。观点：前几天看过报道，美国体操女将退赛的消息，描述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将夺牌的国家荣耀转向国家运动员本身的心理健康，更关注运动竞技本身的魅力。反观中国，却将第一当成唯一的目标，甚至为此牺牲掉运动员一生也在所不惜。如此，中国在奥运夺牌的荣耀，或许已经不再有奥运精神。中国一开始就没有奥运精神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